嗨，亲爱的你，晚上好。记忆是一直都在的，不管它是温暖还是冷淡。可是人要是错过了，就不一定了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于向暖的。姑娘，你一路奔跑，是要去那家便利店吗？风卷着雪粒子铺天盖地的飘洒，天地一片暗沉。林乔在大雪中奔跑，耳边是呼呼的风声，雪扑打在脸上，两腮生疼。他跑得很快，想赶紧跑到那家便利店。是的，夜色早已降临，雪下得这样大，一切都看不清楚。但是不要紧，即便这样闭着眼，他也能找到那家便利店。便利店越来越近了，林乔的步子却慢下来，心里的忐忑忽地涌上来。他担心那里黑着灯，那他这一路的奔跑就失去了目的地。可又担心那里亮着灯，他跑进去发现一切和以前不一样了，根本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。远远的，林乔发现那里的灯亮着，在下着大雪的夜晚，那莹莹的光像是无边夜色中的一个小小灯塔，孤零零的却很温暖。林乔停住了步子。5年前，林乔曾是这家便利店的常客。那会儿他和继母矛盾升级，父亲却只是埋头叹息，那个家实在待不下去了。他拎着行李跑到离公司不远的这个老旧社区，与人合租了房子。林乔从家里搬出来的时候就想，他要好好工作，好好奋斗，活出个样子来给爸爸和继母看。他要活得比继母的儿子好，他要让他们知道，离开他们，他过得更好。可是现实生活太骨感了，年轻的小姑娘在外面生活真难啊。工作常常碰壁，机会总被抢走，遭遇冷眼也是家常便饭。每月薪水少得可怜，刨去房租和日常花销，所剩无几。不敢去像样的餐馆，不敢买稍贵的衣服，能坐公交绝不打车。租的房子是个顶层阁楼，冬冷夏热，屋子里没装空调，夏天有个电扇，冬天有个电暖气。每天在公司里工作到那么晚，回家也是冷锅冷灶。室友也是个刚开始工作的职场菜鸟，和林乔一样早出晚归，常常加班到深夜。阁楼上小小的厨房几乎没用过，整个房子里冷清的没有一丝烟火气。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公司，两个人又都过得捉襟见肘，所以冬天也没有交取暖费，太冷了就开电暖气，实在不行就裹上2床被子。早餐一路是路边解决，中午要么公司餐厅吃，要么点外卖，晚上回来的时候却常常买不到东西吃。林乔住的是个老社区，周边也没有一丝繁华气，好多店铺天不黑就打烊，为数不多开着门的都是大一点的饭店，实在不适合去解决晚餐。许多个加班回来的夜晚，林乔饥肠辘辘，他下了公交车就一路小跑着奔向小区外面的这家便利店。一推门就有一股温温的气息迎面而来，整个人从里到外顿时暖和起来了。还没等他说话，就有人露出微笑。泡面还是要番茄味的吗？现在泡上吗？林乔就一边搓着手一边点头。对面的人走向饮水机，麻利地帮他泡好面。今天又是这么晚啊，你工作好辛苦的。就是这么简单的问候，却像一把熨斗，让林乔整个人都熨贴了。于是他就会在等着面泡好的间隙吐槽几句。今天又挨批了，新人干多少活都入不了领导的眼。
差点就做成一单呢，结果被老业务员抢走了。哼，菜鸟老是被欺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混成公司老人。今天我们部门来了个新上司，厉害得很呢，以后更得加班加点了。哎，好不容易通过实习期了，今天得庆祝一下，方便面里加个卤蛋、火腿肠哈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年终考核出乎意料啊，新人里面我居然是前3哎，真是没想到。对面的人总是温柔地笑着听，那是个20几岁的大男孩，也上着班，但不像林乔这样天天加班，所以几乎每晚都来帮父亲看店。这家店总是关门很晚，许多个披着茫茫夜色归来的夜晚，林乔总是一溜小跑冲向这家店。这儿总有灯光，总有热水，总有他爱吃的泡面，总有人听他说话，比那个阁楼上暖和得多。在这里，他可以搓着手蹦蹦跳跳，可以稀稀溜溜地吃热腾腾的泡面，可以毫无遮拦地吐槽。这个小小的便利店好像是他磕磕绊绊人生里一个小小的加油站。走进这里，他的那些冷，那些苦，那些累，好像就有了一个接收站。吃完一包泡面，吐槽完一天的辛苦，他整个人就清爽了，有劲儿了，回去睡一觉，第二天就又生龙活虎的去上班了。林乔有时候也会想，这家店其实没必要开那么晚呀。这个老社区人们睡得很早，天晚了都见不到什么顾客，多开那段时间赚不了几个钱。不过他又总希望这家店一直开到很晚，这样他晚归的时候总有一个去处。在这个亲人不亲的城市里，这是他唯一温暖的去处。不过那个男孩好像也习惯了晚上看店，看店也不耽误他看书。有段时间，林乔发现他在看一些专业书，还做了笔记，好像要参加什么考试。看来这是一个和他一样刚刚工作、追求上进的青年，谁都不容易啊。林乔记得有那么一次，他晚上10点多跑进便利店，年轻人不在，却是他的父亲在看店。那是一个高瘦的老人，腿微微有点跛，笑容和他的儿子一样温和。大伯，今晚怎么是您在看店呀？儿子加班呢。看来他也很辛苦呢，林乔心里想着。老人又说，本来我10点就要回家了，可儿子嘱咐我关门晚一点，说有个姑娘总是加班到很晚，要过来买泡面呢。林乔心里一暖，虽然这家便利店不是为他开着的，可此刻却是专门为他守候的。后来他知道男孩考试过了，换了部门，加了薪水，工作比以前忙了。林乔挺为他高兴的，就像他过了实习期得了年终奖，他为他高兴一样。每天晚上的这一小段时光，短短的，有时甚至静默，可也不知不觉地在身体里生长成一种习惯，在心里生出了那么一点温情和牵挂。年轻姑娘和年轻男孩，虽然各自奔忙，却也是情窦正开的年纪。林乔渐渐地能感受到男孩对她的好感，可他只是假装不知。在这个小区住了2年多，林乔爸爸一共来看过他3次，每次来都会拿出几百块钱塞给林乔，林乔不要，日子再难也不差在这几百块钱上。家就在这个城市，却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出来租房子。他心里怨着继母的刻薄，怨着爸爸的懦弱。他想，总有一天要活出个样子来，在你们面前扬眉吐气。
爸爸也总是说林乔老大不小了，该找个男朋友了。要是林乔结了婚，有了依靠，他也就放心了。林乔对这事反应冷淡，家庭里的冷暖他看得太多了，对婚姻并不抱多大希望。当然，他也并不排斥结婚，毕竟一个人在外面打拼太难了。如果婚姻能让生活容易一点，如果有一个人能帮帮他，让他早一点扬眉吐气，也是好的。可他不能随随便便就找个人嫁了。父亲见女儿冷冷的，心里也难过，就对林乔说，他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，别让他牵挂。2年多来3趟，还说心里牵挂。林乔在心里冷笑了一声，他想，真正的家人能给的，还抵不上便利店男孩给的那一点温暖。在老社区住了2年多，只要没有特殊情况，晚归的林乔总要去那家便利店吃一碗泡面。男孩说，总吃泡面对胃不好，也不健康。要是林乔喜欢吃面，他可以煮好面条带过来。林乔摇头拒绝，说自己身体好，消耗快，泡面对他造不成太大影响。再说，他就喜欢吃泡面。他心里想，要是泡面变成了他亲手煮的面条，那一切好像就不一样了。其实这男孩人挺不错的，高大斯文，笑容温暖，很孝顺，也很务实。可是他和林乔一样，都像这城市里的杂草一样，长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，苦苦生长，无依无傍。这样的人在一起也不会生出多大能量，不过是凑在一起吃苦罢了。20出头的林乔不想要这样的生活，他觉得现在虽苦，可未来可期，他会有更好的生活。男孩平时话不多，不善表达，不过有那么一次，林乔进店见他在看一本书，是他喜欢的一本小说，于是他吃着面问能不能借这本书看看。男孩爽快地答应了。林乔把书拿回家，发现里面有一张音乐会的票。后来微信发过来，男孩说票是他们公司发的，同事不能看，就送了他一张。他想请林乔一起去听。林乔心里有些乱，他想，不过是一场音乐会，一起去也没什么，并不能代表什么。可又想，如果在他公司同事面前出双入对，别人会误会的吧。林乔第2天把书和票一起送了回去，说自己周末要加班，实在没有时间。男孩的脸上不是没有失望，不过也没再说什么。后来林乔晚归，依然有一盏灯在等他，依然有人给他泡一碗面。后来林乔认识了同一座办公楼里的一个男人，那是另一家公司的一个部门主管，家境殷实，个人能力也不错，算是事业有成吧。他比林乔大个7、8岁，家里一直在催婚，自己也想尽快找个女孩结婚。2个人经人撮合之后，很快便成双入对了。林乔对那个男人不反感，也谈不上有多爱，不过他觉得在这个城市里，像她这样的女孩能找到这样一个男人，也算是很不错的了。和那个男人正式恋爱之后，林乔打算搬出那个老社区了。搬走前的那个晚上，他去便利店找男孩告别。可那晚男孩恰巧不在，去加班了，他父亲在看店。大伯，我要搬家了，来给你们说一声。哦，不在这儿住了呀？姑娘，你是有更好的住处了？林乔点头，我涨工资了，能租到更好的房子，
还有，我可能快结婚了。老人愣一愣，后来点点头。你是个好姑娘，以后肯定会过得很好的，祝福你啊。林乔没再说什么，转身走出来，眼睛就湿了。离开老社区的第2年，林乔和那个男人谈婚论嫁了。父亲很满意他的婚事，继母对他的态度也好了起来。虽然不是完全依靠了自己的力量，林乔也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一把。林乔和那个男人的相处其实并不顺利，男人的父母看不上林乔一家，常常给林乔脸色看，两个人平时也有很多分歧。男人不在乎林乔赚钱多少，希望一结婚他就生孩子，工作的事情先放一放，反正他有能力养活家庭。可林乔想趁着年轻好好打拼，不想低眉顺眼靠别人的钱过日子。不过他不想放弃这段感情，就一直隐忍。可后来还是没有忍住。谈到婚礼细节的时候，未来婆婆太过强势，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那个男人却是一边倒地倒向自己父母。长时间积压的矛盾在这个关键时刻爆发了。林乔和男人最终分手了，她庆幸自己在恋爱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打拼，所以此刻离开了那个男人，她最起码还有养活自己的资本。之后林乔又谈过一次恋爱，也是不称心。她发现感情中目的性太强并非好事，发展到后来结果往往不尽人意。不过接下来的几年里，她工作倒是越来越顺利了，业绩渐渐让人刮目相看，还做到了公司的中层。靠着自己，她也能租到像样的公寓，也买了车子。父亲和继母对她更加和颜悦色，但现在的林乔不在乎这些了。她不想再活给别人看，只想自己活得舒心一点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没有带来舒心的感觉，反而越来越觉得孤单。拼命工作的时候倒不觉得怎样，可每天回到公寓，冷清和孤独便涌了出来。公寓里冬天是有暖气的，但林乔并没有觉得多暖。也许是因为没有烟火气吧。公寓周围有大型商场，也有便利店，但没有一个地方让林乔想走进去吃一碗泡面。好多次在清冷的夜里，林乔做着一个同样的梦，她梦见自己在寒冷的夜里奔跑，却怎么都找不到回家的路。不，她并不是想回家，她是想找一个日思夜想的地方。可天太冷，路又特别远，还总是有好多好多的岔路口，她没有一次能跑到。醒来的时候，林乔会想起那个便利店，想念从冷风里冲进店里迎面而来的温暖。但5年里，她一次也没有去过。她害怕时过境迁，往事如烟。生活没有以前那样苦了，但总还是有一些起伏。林乔以为唾手可得的新职位被空降而来的公司亲信抢走了，他觉得挺委屈，可又无处倾诉。说给父亲吗？他怎么会理解？说给同事，人家只会看笑话。他想起当年在便利店里那样无拘无束的吐槽，那样的时光怕是一去不复返了。雪天，朋友请林乔听了一场音乐会，不知怎的，林乔听着听着就哭了。音乐会结束，他跟朋友说想一个人走走。走着走着，他就跑起来，急切地想寻找一个地方，就像在梦里那样。只是现在他的目标比梦里更清晰，他想要去的是一家便利店。跑着跑着，便利店就在眼前了。林乔驻足，犹豫了许久，
终于还是推开了门。店还是老样子，除了货架上有许多新东西，整个格局没有太大变化。进门处的那把椅子上坐着那个老人，5年过去了，他的头发几乎全白，人似乎比以前更瘦了，不过精神状态还是挺好的。要买什么呀，姑娘？大伯，我是林乔，5年前常常来这里买泡面的。林乔一说话就有了流泪的冲动。老人微笑了。哦，想起来了，你是那个爱吃番茄泡面的姑娘。你都搬走好几年了呀，怎么样，工作顺利吗？过得好吗？他过得好吗？林乔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他想了想，终于还是问道：您儿子没帮您看店吗？哦，他调到别的城市去了，2年前就调走了。其实我早就动员他到大城市去发展，可那会儿我腿不好，他担心我的身体，可能也有别的原因，他不愿意出去。现在看我身体没什么大碍，别的城市有更好的发展，他就去了。他现在过得好吗？林乔觉得自己的泪马上就要涌出来了。哦，挺好的。林乔没有再问下去，转身要走。老人却说：你来是有事情吗？是要买泡面吗？林乔点点头。要1桶番茄味的泡面。我能在店里吃吗？林乔微笑着指指饮水机。林乔自己泡好了面，稀稀溜溜的在店里面吃。刚才的冷渐渐被驱散了，他觉得整个人暖和起来。泡面吃完，林乔走出了便利店。走出很远，他回头，见那灯光依旧亮着。多么暖的灯光啊！这曾是他人生灰暗时刻里唯一的温暖。时光向前，很多东西或许再也找不回来了，但这段记忆里的温暖会一直在。他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，这曾是他人生的一个加油站。